滚开！又老又臭的懒货，别在这妨碍我做生意。谢谢光临。克里曼，现在已经不是克里曼的时代了。大变革之前，他还挺风光的，可如今，他也就像那条流浪狗一样，能苟延残喘地继续活下去，已经不容易了。可是只要能回到 TUP， 他还是可以继续战斗下去。别天真了，凯伦。TUP 把自己的分解者小队武装到了牙齿，却只给克里曼带着普通的突击队员去赫莫拉塔城，甚至连一把联合阵的武器都没有。这说明 TUP 根本就没指望他会活着回来。相对于你，他才是真正的炮灰。即使侥幸回到 TUP 继续担任教官，他能教分解者士兵什么？教官一职，只是不好意思让他退役的一个养老职位而已。那就干脆回去做个普通人吧。即使再怎么追杀分解者，他的弟弟妹妹也不可能活过来。况且大变革之后的分解者都是无辜的，而 TUP 也不是没有责任。做个普通人，真是个推卸责任的好理由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场战争我从来就不想参与。这个世界会怎样都与我无关。谁爱统治谁就统治，想怎么分解怎么分解，要重组成什么样就重组成什么样。我不过是个置身事外的普通人，我只想和自己所爱的人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弗雷德。于是男孩躲到一个偏僻的角落，假装看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，只求与自己所爱的人共度平凡的一生。可是男孩的运气不好，女孩爱的是另一个人，并且结婚生子。不过男孩不在乎，依然在心里默默地爱着女孩，只不过从此再也没在女孩的生活里出现。一直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，男孩失去了一切：家人、朋友、事业，以及心爱的女孩。当然，男孩最后悔的不是拼尽全力却没能够挽救所爱的人，而是在有能力的时候却选择无所作为，连一个救他的机会都没留给自己。做个普通人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。男孩不但把自己生存的权利交到了别人手上，还把保护自己所爱之人的权利也一并交了出去。要知道，当灾难降临时，他不会区分你是英雄、坏人，还是个普通人的。弗雷德，你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你自己啊？当然是在说故事了，别对号入座啊！哎，别忘了我以前可是写小说的。每当有人对我说想做个普通人和过普通人的生活时，我就会用这个故事来打击他们。嘿嘿，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冠冕堂皇却令人作呕的借口。弗雷德，你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吧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世界。没能力是不努力最好的托词。这一点你真的比你的父亲还令人讨厌，连找个像样的借口都不会。啊，你认识我父亲？欧文·亚瑟，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，毕业后拒绝 TUP 的邀请，选择做一个小说家，并兼职慕尼黑大学的客座讲师，同时出版了《镜中世界》等一系列童话故事，收入丰厚，家庭圆满，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人生啊！可惜我这位老同学最终还是经受不住诱惑，想去尝试改变世界，抛下老婆孩子，加入了 TUP， 终于搞得家破人亡。你是我父亲大学同学，而我父亲是 TUP 的人。是啊，我认识你父亲的时间可比你长多了。我们从中学就是同学，大学里我主修的是心理学，而你的父亲是基因工程学和人工智能学的双博士。
无与伦比的头脑。怎么会这样？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提起过？我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写童话故事的大学老师。因为他曾经也只想做个普通人，享受简单的生活，对他来说还是很容易的。不过才华这个东西，如果找不到正确宣泄口，是会因压抑而爆发的。只是写童话故事的欧文，没办法在心理上获得满足。他这样的人，也只有在 TUP 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。那么你呢？也是 TUP 的研究员之一？我不是早就说过了，只是合作关系而已。我可不是什么科学家。你们合作什么？大变革前 TUP 也需要你的情报。哎，不是我自夸，大变革前我在心理学业内可是相当有名气的哦。虽然我拒绝了 TUP 的正式邀请，但仍然以合作的方式担任所有分解者实验体的心理评估顾问。当然 ，TUP 隐去了所有人的姓名，只用编号代替。不过，我可是单凭心理评估报告就能够对应上他们每个人的真实资料的。所以你才能获取那么多的信息，大变革之后成为情报贩子。没错，包括13个最强分解者在内，所有实验体的资料和他们的心理状况以及行为模式，我都了若指掌。甚至第二灵魂，有些也是我提供的选择参考哦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没有直接加入 TUP， 真是明智之举。除了赫莫拉以外，其他的分解者都认为我只是个消息灵通、唯利是图的商人而已。凯伦，这可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哦，千万别说出去。如果让分解者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他们自己还了解自己的人存在，我可能活不了多久。哼，你要是真怕分解者知道这一点，根本就不会告诉我。你不要拆穿我嘛。弗雷德，你知道我父亲在 TUP 到底研究什么吗？这些分解者是不是他创造的？你父亲加入的时候，分解者的研究已经差不多完成了，所以他并不是创造者。至于他研究的什么嘛，我看不懂。你是不是在耍我？说一半留一半，到底想要怎样？凯伦，别说我不给你线索啊。这个东西你拿着，如果运气好，它可能会指引你找到正确的问题。这是什么？女王针对分解者的病毒。啊！这么危险的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啊？你别这么大声嚷嚷啊！我是趁他们神仙打架的时候顺来的，本来想卖个好价钱，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顺的？是你偷的吧？所以你意思就是我只要拿着病毒就能找到我父亲研究的真相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说的是正确的问题。那你总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讨厌我的父亲吧？首先，他比我聪明，我只有一个博士头衔，他有2个。其次，他比我更有心机，竟然选择去写童话故事，而且书卖得比我好。你这明显是嫉妒嘛！之后虽然是我先接触 TUP， 但却选择了置身事外。而欧文这家伙有这么美满的家庭，却挺身而出，企图改变这个世界，让我相形见绌。如果他成功了，应该会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偶像。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，把改变世界的权利交到一群疯子的手上。更令人讨厌的是，他彻底伤害了你的母亲。等一下，你也认识我的母亲，而且你对她……你母亲是我唯一爱的女人。啊！你这家伙怎么能够厚颜无耻的随口说出这种话？承认自己爱一个人并不可耻，可耻的只是某些行为而已。你母亲和欧文结婚后，我就再也没出现在她的面前，所以你也没机会见到我。那么委托你保护我的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？你自己慢慢猜吧，我的约会要迟到了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能力回到第1空间，就回家看看吧。你已经很久没回去了。是的，很久很久。
凯伦，不要总等到别人的拳头打在自己的脸上才懂得反击。逃避和躲藏是没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。哎，弗雷德，再等一下！你刚刚说的故事里，那个男孩最终没能救下的心爱女孩，指的是我母亲，还是艾琳？那只是个故事而已，别太当真。而且艾琳需要你去救吗？如果位置对调一下的话，我觉得她可能会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，一统天下哦。我们已经查了亚瑟博士所有作品的手稿和通信往来，没有任何关于海森伯格的只言片语。这个家伙到底和亚瑟博士在研究什么？为什么离开以后又回到 TUP？ 真抱歉，如果我当时能多留意一些欧文的举动，可能会发现一些异常。这个海森伯格退休前是做什么的？沃纳卡尔·海森伯格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晚辈，波尔、波恩和索莫菲的学生，也是薛定谔的竞争者，算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吧。啊，这么有名的人物吗？你这个反应让我想起了某个呆子。我也觉得像凯伦。抱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的。海森伯格是德国当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，战争时期很多科学家都离开了德国，但他却留下了。他作为首席科学家，带领全德国的科学精英开发所谓最强大的武器——原子弹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失败了。不只是他们失败了，连爱因斯坦也失败了。直到战争结束，他们也没有研究出什么超级武器。不过在那之后，一个秘密组织 TUP 就浮上了台面。海森伯格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其中一员也不足为奇。这种聚集了全世界顶尖天才的组织，应该是每个追求真理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吧？你很羡慕吗？哼，可惜我再也没机会加入了。而海森伯格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：“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。”不过，爱因斯坦始终都不承认海森伯格的不确定原理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。啊，那不是 WK 爷爷的口头禅吗？艾米，你说什么？谁是 WK 爷爷？就是妈妈的老师，名字很长很复杂，所以他总是让我直接叫他 WK 爷爷。他总是不停地重复这句话。WK 爷爷，沃纳卡尔·海森伯格，所以他是白昼女王的老师，2度担任 TUP 的核心研究员，并且在去世之后，他的研究工作由亚瑟博士继承。如果是这样，白昼女王在成为分解者之前，很可能认识亚瑟博士。作为海森伯格的学生，说不定他们在研究同一个项目。如果凯伦是受到海森伯格和亚瑟博士的影响，从而了解世界的本质，那么他就应该比凯伦了解的更多、更透彻才对。他根本用不着和凯伦做交易，也不用帮我恢复身体。可恶，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艾琳，你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能把这些零碎的信息都串联起来。不，线索还不够，我必须再去一次 TUP。你疯了！这次侥幸才能逃出来。TUP 一定加强了安保措施，而且还不知道那个黑色的家伙到底是什么。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从目前的情况分析，我认为当年海森伯格教授退出 TUP 一定是反对某些研究，但却又让赫莫拉继续参与，充当耳目监控研究的进度。之后在慕尼黑结识了亚瑟博士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并有了新的发现。随后，赫莫拉因为个人问题导致无法继续担任研究员，所以海森伯格教授不得不亲自重返 TUP。但可惜的是，在项目没有完成之前就去世了。同一时间，亚瑟博士加入 TUP， 继承他的遗志，而这个研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，并导致亚瑟博士自杀身亡。赫莫拉也成为了分解者。最后是大变革那天，地球被分解重组，我失去身体，而凯伦成为唯一能分解自己的分解者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？我还没有结论，只是找到了问题的方向。海森伯格教授、白昼女王赫莫拉、亚瑟博士，这3人聚集了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基因工程学和人工智能学，而他们的研究超越了分解者。可惜他们都不在了，
我们只能再去 TUP 寻找3人的焦点。艾琳，我觉得你们在去 TUP 之前，可以试试看联系一个叫 Frednik 的人。Frednik？ 他是欧文的老同学，也是我当年的追求者之一。不过结婚后我就没再见过他。但欧文加入 TUP 之前曾提起过 ，Fred 似乎一直在与 TUP 合作。所以他就是另一个为了追求你开始写小说的家伙。那时候年轻闹着玩儿，没想到他们都当真了。不过 Fred 是心理学博士，他写的东西太深奥了，插图真的不好配，所以我就拒绝他了。心理学，看来又多了一个相关联的家伙。另外，如果真的要对抗 TUP 和分解者联盟，你们可以带着这2个孩子。又是小孩子。艾文和伊芙，他们是大变革后我偷偷收留的分解者。别看他们年纪小，却有很强大的能力，也许对你们能有所帮助。海莉院长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不是普通分解者能应付得了的。你放心，他们兄弟应该比一般分解者强不少。本来还想寄养艾米，这下又多了2个小孩要照顾。而且我也是有私心的，希望你们能把凯伦安全地带回来。好吧，海莉阿姨，我会尽力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玩一个危险的游戏。我是指挥官艾琳，贝拉是行动队长，而你们就是护卫队，专门负责保护好艾米。大姐姐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谁要和你玩扮家家酒的游戏？我们可是天生的战士。切，大姐姐们才要想清楚怎么保护好自己，在战场上误伤的死亡率也不低。弗雷德这家伙每次都像挤牙膏一样，一点一点的，话从来不说完。做个普通人就是把生存的决定权交给别人，所以父亲抛弃我们独自离开，是为了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让我和母亲置身事外吗？ TUP 和分解者联盟还没开始正面接触，分解者内部就已经准备开战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毁掉了盖亚要塞，会不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？那么艾琳和母亲是不是也会被卷入呢？如果我参战，能不能把战争控制在第2空间以内？这样他们就可以置身事外。但克里曼和卡米尔是一定会继续执行破坏盖亚要塞的使命。如果要掌控全局，就必须要有超过 TUP 和分解者联盟的实力才行啊！还有这个鬼病毒，说它能指引真相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放在身上真让人不放心。哎，艾琳，换作是你，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？自己的军队吗？弗雷德是在开玩笑吧？喂，等一下，先别走。头儿，你看，我说的就是他吧？这次我看清楚了，没人跟着他，就他一个人。情绪低落的时候，还碰到你们3个比我更帅的家伙，也许发泄一下对我有好处。分解世界之无责任强行解释。第8课，爸爸到底挖了什么坑？今天难得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长辈嘉宾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不能来个正常一点的开场吗？这2集关于你的信息量有点大，所以我们在小剧场里想对你做一个补充采访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万一被导演发现，可能会死得很惨。你不都已经死了，还怕什么？而且你现在不说，证据里就更没机会说了。无法反驳。第1个问题，哈登在第2季第1话中做梦梦到你，是不是间接说明你是哈登的第2灵魂？我只能说哈登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，但是他成为分解者的时候我还没死哈，时间点对不上。把话筒收起来吧。好。那么第2个问题，你和弗雷德尼克到底是不是好基友？是不是你让他保护凯伦？不
然后你这个家伙，要不是他到处搅局，世界根本没那么复杂，他就是个搅屎棍。亚瑟博士，你这样比喻不太好吧？那我们这期还要在主线故事里继续下去的人，不都成了便便？抱歉，一提他就失去理智了。总之我很讨厌他就对了。好吧，那么第3个问题，世界的本质到底是啥？在小剧场问出这种问题，你是不是也想领便当？我其实已经领过一次了，便当品质不怎么样啊。你放开我啦！这样吧，我换个问法，你写的镜中世界是不是暗示这个世界的本质？镜中世界这套童话故事是我在去 TOP 之前写的，里面都是一些有隐喻的小故事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去 TOP 之后对世界的理解有所改变？我只能说，最后我选择了自杀。那么凯伦理解的世界本质和你理解的不一样喽？很遗憾，凯伦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没交流过，最后一次见面也没说上话。毕竟我离家出走了10年。我听明白了，你来小剧场不是解释问题的，是强行甩锅的，啥都和你无关就对了。下去吧你。罗特，把他埋了吧，我确定他已经死透了。好的。救命！Lost and faded